问你们一个问题：如果你现在去干一份纯卖体力的副业，就比如送外卖、跑腿、发传单，你觉得能靠它发财吗？绝大多数人肯定摇头，说这不就是拿时间换钱的苦力活儿，能挣个饭钱就不错了。但你知道吗？巴菲特初中那会儿干的就是这种苦力活儿，可他不只赚了个辛苦钱哦，他当时的月收入已经碾压了他的中学老师和美国大部分成年男性。更逗的是，因为赚的太多，这小子14岁就被美国税务局盯上了。那同样是干体力活儿，为什么有人只能赚个温饱，有人却能把一门小生意做大？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巴菲特人生中的第一个商业局。欢迎来到小 A 读书圈，一个希望你越来越有钱的财经成长频道。我们继续解读巴菲特唯一认可的官方传记《滚雪球》。上集我们说到，小巴因为被迫搬家，心态崩了，一度成了去超市偷东西的不良少年。但在老爸的威胁下，他决定收心。他要把那股子折腾劲儿全用在他最擅长也最能给他带来安全感的事情上，就是搞钱。既然老爸当上了国会议员，那华盛顿就是他的新地盘。他在自己家所在的 Spring Valley 找到了一门老派又稳定的生意，送报纸。而且这里还有个天使。1944年正是二战打得最激烈的时候，华盛顿的成年男性大多都上了战场，本地的劳动力极其紧缺。正常情况下，小孩想拿到送报纸的工作机会其实不多的，但战时不一样，华盛顿的报社找不到人，所以一个13岁的小屁孩去揽活，人家立马就给，而且还不止给一条，你愿意干多少条就给你多少条。巴菲特的人生节点就在这里完美对上了。不过呢，光有时代红利还不够，小巴是谁？搞钱小天才，他干起活来跟其他报童根本不是一个画风。他从 Spring Valley 的小街区开始送，跑了一段时间，他业绩太好，被报社升职了，派他去送华盛顿一个真正的财富密集区 Westchester 公寓。这个地方整整有5栋楼，几百户人家，全是华盛顿政界、商界还有法律界的精英，其中包括6位美国参议员和1位最高法院大法官。你随便在走廊里扔一份报纸，落地的那个门店后面可能就站着一位手握立法权的大佬。巴菲特后来回忆这段经历说，我学到的一课就是，如果你把事情做好，你就会被晋升。我在 Spring Valley 干得好，所以后来才拿到了 Westchester 的路线。但你以为他只干一条线吗？太天真了。当时华盛顿有2份竞争激烈的日报，华盛顿邮报和华盛顿时代先驱报。普通报童通常只送其中一家，但是巴菲特胃口大，他跑去把这2家报纸的派送权全部拦了下来。他这招简直就是小心机。你想啊，以前报童最怕什么？就是最怕客户改订竞争对手的报纸。今天订了邮报，明天觉得不好看了，改订时代先驱报，这样他就丢了一个客户。但是呢，巴菲特这2家都送，所以客户不管怎么换，都还是会找他订。他在14岁这年就给自己提前打造了一个小型垄断。不仅如此，他在 Westchester 公寓里还琢磨出了一套自己的送报算法。以前的报童送到这儿经常迷路，跑上跑下了一个半死，效率贼低。但是巴菲特是怎么干的？他花了好几天，拿着纸笔把这5栋楼的内部结构图给画了下来，挨个标出门牌号，然后像解题一样算出了一条最优路线。他算好了从哪个门进去最省时间，坐哪部电梯上顶楼，再一层一层往下走，走到哪个拐角，报纸得折成什么样，用多大劲儿，什么角度扔出去，能刚好落在客户的门垫上，还能保证不砸到走廊里的花瓶。你看，别人送报纸费腿，他送报纸费脑子。凭着这套方法，他一个人的出单速度能顶别人2-3个。不过呢，光是送得快，也最多算个单王。小巴菲特最厉害的地方是他的商业嗅觉。在送报纸的时候，他留意到一个细节，那些订报纸的家庭平时也很爱看杂志。小巴一琢磨，既然我每天都要骑车路过这些家门，这条送货路线都在我手里了，干嘛不顺带手卖点别的？反正跑一趟的成本都一样嘛。于是他又跑去跟几家畅销杂志社谈了代理，每个月去收报费的时候，他就顺带问一句，太太，您看你每天都看报纸，要不要顺便订一份星期6晚邮报或者自由杂志？我明早连着报纸一块儿给您捎过来，省得您再跑去报刊买了。你想想，客户一听反正都要看，这小伙子长得又好看，服务又好，顺手就订了。不仅如此啊，他还搞起了早期的客户关系管理。
他兜里总会揣着一个小本子，上面详细记录着每个客户的杂志到期时间。只要快到期了，他就会提前几天去敲门：“先生，您的杂志下个月就要到期了，我帮您续上吧。”靠这招，他的续订率基本就没有掉过。小巴菲特就把这么一个送报纸的苦力活儿干成了一家垄断社区的微型物流零售公司。当然了，搞钱从来都不轻松，这背后是他远超同龄人的狠劲儿。华盛顿冬天特别冷，动不动就要下大雪，每天凌晨4点半，整个城市还在睡觉，连他那个当议员的老爸都还在打呼。14岁的巴菲特就已经从热被窝里爬起来了。他穿上厚厚的外套，戴好手套，骑着那辆破自行车，一头扎进寒风里。报纸的油墨经常把他的双手染得漆黑，冻到失去知觉。有时候雪下太大，自行车骑不动，他就只能推着车一点一点往前挪。换做一般孩子，早哭着回家找妈了。但巴菲特没有抱怨一句，当然，他也没有一个可以撒娇的妈妈。作者说，支撑他在大雪天里扛下来的，就是脑子里不断跳动的数字。他一边骑车一边算账，这家订了早报，我赚1美分；那家订了杂志，我赚5美分。他能感觉到自己兜里的硬币在一点点变多，这种攒钱的快感就像一团火，让他忘了身体的疲惫。整个中学时期，你们猜他总共送了多少份报纸？将近50万份。这个工作量想想都觉得惊人。那他赚了多少钱呢？到了1944年，他每个月送报纸和卖杂志就能净赚175美元。这数字现在听着不起眼儿，但在当时，这可是一个成年男人的高薪。他每个月赚的钱比他学校老师还要多，而且因为年收入太高，已经超过了美国政府的免税线，所以在14岁那年，小巴菲特正式成了一名纳税人。更有意思的是，在填报税表的时候，这小子又录了一手财务天赋。他没有老老实实的按总收入去交税，他知道自己送报纸用的自行车，还有看时间的手表都算生产经营工具，用久了是有磨损的，所以他就把这些算作成本和折旧，从总收入里扣掉了45美元，最后他就只交了7块钱的税。你说这哪像个中学生哦，比咱们很多成年人都精明。靠着送报纸，巴菲特上高中的时候就已经攒下了2000美元，换作现在的购买力，少说也有大几万美元，在同龄人里绝对算是个小富翁了。但他最让人佩服的不是赚了多少钱，而是他对这些钱的处理。如果换作一般的14岁小孩，赚那么多钱，要么买玩具，要么请同学吃饭装阔。但是呢，巴菲特1分钱都没有花在自己身上。这位校园首富穿着皱巴巴的旧衬衫，脚上的鞋也是破的，头发经常乱糟糟的。他从来不去买什么贵的玩具，也不去好餐厅吃饭，更不在同学面前显摆。他把赚来的每1分钱都捂得严严实实，对自己抠得要命。那你说他拼了命的赚钱，却一点不享受，图啥呢？作者说，对巴菲特来说，钱从来就不是用来花的，也不是用来撑面子的，钱是用来购买独立权的。我们前面说过，他从小就极度缺乏安全感，现实世界对他来说随时可能失控。但现在有了这笔钱，他不用向任何人伸手，也不用看谁的脸色，只要存折上的数字还在涨，他就觉得世界是踏实的。到了1945年，15岁的巴菲特做了一件让所有大人都目瞪口呆的事儿，他从自己攒下的钱里拿出了整整1200美元，回到老家内布拉斯加州买下了41亩的农田。你没听错，一个中学生就这么成了一个小地主。但是呢，小巴的玩法跟普通地主还不一样，他没有自己去种田，他直接和一位农民签了分成协议，你帮我种，你也不算给我打工，咱们直接对半分收成。这样一来呢，农民有了一块免费的地种，他有了一份不用自己动手的收入。注意，这是巴菲特人生中第一次实现被动收入，这块地就是他的第一座小雪山。不管他在不在场，雪都会自己往下滚。而且随着钱越攒越多，巴菲特那颗小脑袋又意识到一个问题：送报纸虽然赚钱，但他有个天花板，就是太吃个人体力和时间了。不管他的路线规划得多完美，一天也就24小时，他也就2条腿。只要哪天生病了，或者刮暴风雪没法出门，他就一天没有收入。所以巴菲特就开始琢磨，如何才能打破时间的限制。怎么才能做到，哪怕他躺在床上睡觉，或者坐在教室里上课，钱也能流进他的口袋？下集我们就来看看少年巴菲特是怎么把税后收入玩到极致的。